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是讲玩家的问题。那在近期我会收到比较多的玩家都是弃坑了一段时间，然后回来玩万国觉醒。但是在万国觉醒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当你离开了这个游戏一段时间之后，回来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怎样去玩这个游戏了。对于我们这些正在玩的玩家来讲，我游戏一直不断的在更新是好事情啊，至少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不会觉得这么无聊。但是对于那些离开的玩家来讲呢，是让他们觉得很困扰的事情，会让他们觉得很迷茫。其实军器已经出现了2年的时间，你能够想象到吗？如果你还在继续玩的玩家会觉得说，哇，军器好像才刚推出1年而已，没有，其实已经推出了2年的时间，并且中间还推出了什么年度统帅呀，他们也不知道年度统帅是什么东西，又有推出了新的剧本，装备又有觉醒的系统了，以前是没有的。如果他们在更早时期就已经弃坑了，就比方说 K1、K2 的时候就已经弃坑的玩家来讲，他们更加难去理解这些更新是什么东西来的。所以这边就分享一个我手头上接到的一个问答啦。那么这里就有观众就询问我现在这个游戏能不能玩啊，要怎样去玩，因为他已经离开这个游戏2年的时间了。那一开始他就询问我他的账号能不能玩，他有4个5星了，他玩骑兵的，他是以骑兵为主的玩家。但是我叫他发影片过来看他的账号养成怎么样的时候，你们可以看这个影片。你说要继续养下去也不太可能啊，你说不要养的话又好像有点浪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城市已经是到达25等级了，但目前他还没有解锁 T5 啊，目前只是T4 而已。但是采集统帅都有，然后有一些资源，这边有5000万、6000万、3000万、4000万左右。宝石有一个4500的宝石，战力也不算太低啦，4000万其实是可以当做农场账号使用，又或者是一些天兵账号。但是当你们看他的统帅的时候这边就有点困难了，因为他的统帅多数都是第1或者是第2代的统帅，有第3代的武田，但是武田是没有什么用的统帅。然后他的装备全部都是绿色、蓝色，军器也就只有1个而已。所以像那样子的账号，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去帮助他。他有的金色统帅也就曹操、埃塞俄这2个还算是比较 OK 的，然后查理马特，剩下的金色统帅他是没有解锁的，不然就是等级很低。而且以他现在这个时间来看呢，也就是说他账号至少是已经到征服赛季了，这些统帅在征服赛季是派不上用场的。然后这边是他的城市，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他也是有部队的，就是每个兵种大概可以派出一个队伍这样子啊，兵量不算很多。所以像他这样子的账号，我也不知道要给他什么意见了。我就跟他讲，你这个账号要继续玩有点难，你想怎么样去玩这个游戏？当然我们也是需要知道玩家的定位是什么嘛，要出去打架肯定是不能了，最多就是帮忙补集结驻防而已。但他还是不清楚那个重点在哪里，他还是询问骑兵还有用吗？这个不是骑兵能不能用的问题，是你账号养成太低了，打活动还可以吗？只能当做单机来玩了。我这样子回复他，叫他先养账号，平时勤劳一点做副本活动，因为他现在是已经完全跟游戏脱节了，他也不知道要怎样去玩，并且他还想要买一个账号再移民过去。但我的回复就是他的委托没有做，装备军器也没有。这里我要跟这些回坑的玩家讲一下，不是说你买了账号之后就一定有玩家会接受你，因为你买了账号，如果你不会玩的话，你也很难继续下去的。这里他还有分享一些他遇到的问题啊，我也是看到策划他们对于这些部分呢没有做到一些细节的东西。就比方说，虽然官方他们是推出了统帅置换，但问题是他手头上拥有的统帅并没有可以去召唤的。他有发了个影片给我看，你们可以看到呢，刘彻啊、亚瑟、诸葛亮全部统帅都没有，他要怎样去置换，要怎样去召唤这些统帅呢？所以对他来讲，这个统帅置换是没有用的。统帅置换的时间要延长嘛，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时间，11月12日到11月17日，这只有5天的时间。玩家不可能刚回归的时候就刚好撞上这些新统帅的转盘，他没有办法立刻可以拿到这些新的统帅。所以我这边给出策划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把那个统帅置换的时间延长一点啦，因为反正他能够置换的统帅也就只有2位而已嘛，但你还倒不如把那个时间延长一点，给他们有一个机会去召唤了统帅之后才来置换。我觉得至少放成2个星期以上吧，或者是1个月到2个月左右会比较合理一点。像他这边讲他可以统帅置换，但是他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他要置换需要买券，买券需要用到钱，就是要花钱去购买才可以。他不知道这个东西，他以为是免费的
他说他跟他朋友很久没有玩了，想要回来玩玩，但是他这个情况这样他们去买号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给他的回复是说，你这个账号继续养没有意思，如果你是真的要长期玩认真玩就去买账号，如果只是休闲玩种田而已，其实他这个号可以继续玩的，就是比较辛苦一点。那我看了他这个账号的养成呢，至少要花1到2年的时间才可以把那个账号慢慢追上我们这些玩家的进度。然后我看到他这个统帅置换呢，没有一个统帅可以选择，我就跟他讲，那你还是放弃吧，全部统帅你都没有换不了。但他说他这个账号在疫情期间充了很多钱，但我有问过他充多少钱呢，其实就100多块而已啊，没有到很多钱。这个游戏账号要长期玩长期养，只要停了一段时间之后账号就废了，这个也算是这个游戏的问题啊。我觉得说官方应该要给出一些机制，让那些离开了一段时间的玩家还可以再继续回来玩，又或者是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账号会自动回去 KVK1 或者 KVK2时期会比较好一点，根据玩家的账号养成能力，让系统当然跟他们归类在不同的王国这样子。但他还是坚持想要买账号，想要跟我一起玩，然后他的那个 budget 也就只有3000到4000块马来西亚钱，就是很少钱而已，相当于台币就大概3万左右，3到4万左右。其实买不到一个什么好的账号，你最多就只能买个可能25等级的账号，然后装备军器也是不太好的，可能是天兵账号，又或者是可能有一套装备的账号，也不能买到多好的。如果他要买好的账号，至少都要1万马币起跳，会买的比较好一点。像这个账号的情况要从头开始教起，他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嘛。然后他们的朋友呢，又有一些不会搭配、不会打架和活动，如果我要一个一个去教的话会很难，除非我自己也是陪着他们从零开始玩起。所以我就问清楚他到底要怎么去玩这个游戏，你能够花多少时间，能够玩多久，才决定要怎么做。像他这边就发了贴出给我看，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游历是什么，军器是什么，阵型是什么。所以这边看到第二个问题了，就是游戏的引导并不是做得很好，就是你回坑的玩家根本不知道这些新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官方他可以设计一些系统，就是那些旧的玩家回来，如果他从来没有激活过这些东西的话，会有一个引导跟他说应该要怎么做，要怎么去选择，或者是他们可以提供一些攻略啊，可能那个连接可以直接到某一个主播的影片过去，或者是有一些游戏内的教学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这边我还要跟他说应该要选择什么阵型，要问他预计会花多少钱，要怎么玩野战集结住房种田。他就说想玩可以打架，但是他这个账号是打架肯定不能的啦，一天能够玩5个小时，好玩可以一直玩。如果是以他一天可以玩5个小时来讲呢，就是平时做活动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打仗5个小时的话恐怕就有点不太够啦。那他一个月能够花多少钱，每个月要充值的吗？他自己也不确定，不是哪个值得才充值吗？他现在已经充好了100多了，一直叫我买每个1000%，这个应该是讲折扣之类的吧。然后他也不确定这些礼包要不要买，所以最后我给他的说法就是他这个账号就是4000万这个账号呢，先想办法把每天的任务全部给完成先。我这边就跟他讲到你的 budget 又低，买账号礼包肯定是不行的，一条龙都要1600块马币了。如果你能够每天把这些事情做好才来打算，不然给你一个最强的账号也没有用，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玩。不然我叫你买了好几万的账号，你玩的时间又不长，又不会玩，等于浪费钱了。你先熟练现在的操作和一些新的东西，才想下一步应该要怎么玩。你在这2年弃坑又增加了很多东西，你不懂的话就会一头雾水。这个是我给予那些回坑的玩家的说法。假设说你是刚离开，可能1个星期2个星期回来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只是稍微慢一点点而已，但是能够追赶到进度。但是如果你已经弃坑超过半年以上，就要看官方近期有更新什么东西。半年左右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动，只是你的资源加速兵力可能会比较偏少一点点。但是如果是超过1年以上的话，这个就很难讲了。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讲呢，通常这个游戏在1年之内呢都会推出一些比较重大的更新，会影响到游戏的东西，比方说新的机制、新的操作，或者是类似像装备军器这样子的东西会推出，所以玩家可能会一时间反应不过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的，如果你没有长期玩的话。所以关于这些回坑玩家，如果你回来玩，你的账号养成没有到很好，就是你装备军器根本没有的情况下，那我建议你还是重新开始玩一个新的账号会比较好。因为至少你重新开始玩的时候，你可以慢慢去学习，系统会慢慢引导你知道要怎样去玩。但假设说你像这个
玩家这样子，他账号已经养成到一段时间了，没有装备，没有军器，重新开始玩。但如果你是有比较不错的装备，可能你在弃坑之前已经做好了7套装备、5套装备，其实勉强还可以玩，只是你的军器那边可能要花多一点钱去投资了。但假设说你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重新养成账号，然后你离开时间不是很长的话，才考虑说到底要不要去购买账号。那因为我这个账号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登录了，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它会有这个界面跟这个界面，这个界面就是要你在新的王国重建一个账号，因为有一些玩家他真的是觉得说他这个账号玩不下去了，就比方说像我这个账号其实是农场账号来的啦，但我相信多数离开了很久的玩家会跟我差不多一样的情况，你们拥有的统帅可能就是第1或者是第2代统帅而已，甚至没有多少统帅是有召唤的，很多玩家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个是很正常的。然后我的装备呢就只有紫色跟蓝色而已，像我这样子的话，这个账号基本上是废了的。如果你要从现在开始养到可能1亿战力，养到很好，装备全部要用金色的，军器也是要弄得不错，没有专属，但是至少全部都要10%或者是8%左右的话，你至少要花1到2年的时间，没有这么快的。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你就直接去购买账号，然后这个账号要怎么办呢？就当做是你的农场账号继续养就可以了。因为就算你开一个新的账号，你也是需要你其他的账号啊搬送资源给你嘛，那重新做一些小号的话，其实也是挺花时间的。但我相信重新开始玩的那些玩家应该会速度比较快一点啦，比较容易上手，毕竟之前有玩过嘛。然后另外一些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刚刚新的征途，就是你从这边开一个新的账号的时候，你可以拿到这些道具。所以如果你是回坑的玩家，建议从这里按前往去开新的账号，你就可以直接拿到这些资源、宝石、金钥匙跟千层。你不要去到设置界面这边开启新的账号，不要在这里开新账号。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给你们的攻略。再来，如果你是回坑的玩家，他会给你一些礼包啊，完成任务之后可以拿到这些宝石啊，或者是道具之类的。如果你的账号能够继续养下去，装备不算太差，只是军器稍微差一点的话，那么你们可以从这边开始把这些活动完成，可以拿到一些金头啊、星星啊、钥匙之类的。接下来这个回归商店呢，我看到有一些等级比较多，像我之前那个账号可以开到25等级了，但有些账号就只有5等级。那我觉得它这个等级划分应该是跟登录时间有关系，如果你连续未登录的时间越长，你的等级就会越高，最高可以到30等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可以拿到100多颗雕像啊，但它这个完成的方法就是你要拿到这个硬币，然后要慢慢去解锁，你要解锁足够的硬币，消耗足够的硬币，它才会开第2个阶段。这边有说要消耗多少，详细的内容你们可以找回我之前的影片啊，也是有讲过这个活动，就是这个影片你们可以去搜索一下，完成任务有100颗金头，免费试用所有传说统帅。那关于传说统帅这个部分呢，也是会出现啦，就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一位传说统帅，然后试用60天，当然它这边也是有一些规则，你们要稍微去看一下啦。它会给你60等级，但是4个技能它并不会全部解锁到觉醒，它只会给你5511，你们可以投资自己的金头下去，然后到时间60天之后，它就会回收这个统帅，但是你们投资过的一些金头啊，或者是材料在这些统帅上面，它将会原本的数量返还给你。就比方说你用了60颗金头在这些统帅上面，它就会返还60颗金头给你。然后这边的统帅呢，其实你可以选择到蛮新的，就比方说像秦始皇，然后最近我们推出的远程统帅阿方索也是可以在这边选择，只是目前推出的阿卡琉斯跟那个江汉赞还不能选择啦，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转盘还没有出现的关系。不过能够选的统帅都算是蛮新的，可是只有1位而已，所以你们要认真的去选择到底要哪一位统帅。近期热点的话，它就会跳去一个网站来跟你讲最近有什么东西啊，但是它这个最近热点的网站好像并不是频繁的更新啦，所以如果你们要看最新东西呢，最好还是关注主播的频道，就比方说我的频道啊，或者是一些外国的主播频道都可以。然后这边有一段话要跟策划讲啦，就是你回坑的玩家会时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会被国王给清零，因为你回坑的时候可能你的战力会比较偏高一点，或者是玩家在离开的这一段期间之内就已经被清零了，那他们回来玩的时候，有很大可能有其他玩家发现他们回来了，又会再清零他们的城市，打他们的城市。所以这边我给第一个建议就是可以给他们开启为期1个月的泡泡，或者是2个星期的泡泡，至少在他们这一段时间之内不会被其他的玩家给攻击。第二个就是提供他们一些免费的移民令，就比方
方说像我这个账号可能3000多万战力，需要用到2张移民令，那官方就可能免费送1张给我，然后另外一个移民令我要自己去购买，这样子减轻这些回归玩家的移民令负担。我知道可以通过联盟商店去购买，但是不是每个联盟商店都有这个移民令可以去购买了，因为你已离开一段时间了嘛，所以它不会自动更新在上面，所以系统可能可以赞助一些移民令。第3就是引导的工作，就很像这个玩家离开了这一段时间之内，我相信系统应该可以推测到了这个玩家离开了多久，就可以做一个系统跟他说，哦，你离开了这一段时间更新了什么东西，或者是可以引导这个玩家去看哪一个主播的频道，然后跟他说要从哪一个时间段开始看影片，这样子他们可以容易的去跟上进度。很像他们如果连政务院都还没有建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引导跟他们说要怎样去建立，推荐选择什么阵型，要如何去使用，或者是直接给他一个 YouTube 的连接，让他知道是什么东西来的。第4个建议，这个可以不用做啦，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必要啦，就是官方可以开启一个回坑玩家的伺服器，可能那些玩家可以待在回坑玩家的伺服器1个月或者2个月的时间，在那个时间经过了之后，他们就会被强制移出回原本自己的王国，因为至少在那个回坑王国里面或许不会被其他玩家给攻击，然后玩家之间可以互相讨论应该要怎样去继续玩这个游戏，要怎样去培养自己的账号，是否要重新开启。不过这一点其实官方他们也是有做了，就是回归玩家的一些聊天室啊，这个算是很不错的，然后还可以选择说你要不要加入对方啊，跟他们一起移民这个东西啊，我也是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但如果可以选择频道的话会更好啊，就是不自己的语言啊，看要选择什么语言啊会比较好一点。至于如果你是回坑玩家的话，我也要给予一些建议啦，就是你们如果是真的不知道要培养哪一些统帅的话，你们看主播最新的统帅影片，不然就在主播新的影片评论区那边留言询问，又或者加入一些主播的 DC 频道去询问，不要看回旧的影片。如果是2-3年前的统帅影片啊，统帅介绍之类的，那些没有用了，因为统帅迭代是很快的，每一次推出新统帅都有很大可能会淘汰旧的统帅，这个是第1点。再来第2点就是多关注主播的频道，当然我这边不是做推广了，而是真的说如果你们要回来玩，你要更快的更容易的去上手游戏的话，这个是最快的方法。因为你在游戏中询问一些玩家，那些玩家并不是24小时在线，他不一定能够回答你的问题，然后你去到新的王国，未必那些新的玩家他们会去玩这个游戏。还有就是像我影片前面所说的，你要先看一下自己的方向是什么，你要怎样去玩这个游戏，你是想种田、打仗、增援、集结跟住房，又或者是只是回来消遣而已。但不管你的选择是什么，你优先要把这些活动给完成，你只要能够每天把任务给完成，养了差不多2个星期的时间之后，你才决定说你应该要怎样去发展你的账号，并且在这2个星期的时间之内去了解一些你离开这个游戏之后的一些新东西，否则的话你就要重新开始再培养过一个账号，大概是这样子。那最后要讲的就是这个酒馆统帅，他给的统帅全部都是酒馆里面能够召唤的统帅，其实没有什么作用啦。如果你是针对 KVK1、KVK2 的玩家来讲是有用啦，但如果是征服赛季的玩家呢，我觉得他们最后能够给一些新的征服赛季统帅会比较好一点。当然同时间他也是可以给酒馆统帅给一些紫色统帅啦，但他能够提供一个征服赛季最新的统帅，或者是可以让他们自选的话会稍微比较好一点。 OK， 关于玩家回坑的部分大概是这样子啦。如果你们还需要关于回坑玩家或者是新玩家的一些建议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当然我也知道如果你是老玩家的话肯定会讲，哎呀，要玩得这么辛苦咩，直接开个新账号或者是去买个账号很强的账号就可以了。但我还是那一句话啦，每个玩家的定位不一样，就算给你很强的账号也好，如果你不会玩，你很迷茫，不知道怎么样去玩也是没有用的，账号最后也是废掉而已。而且有可能玩家会觉得很迷茫，他就算买了账号之后多不久他就会弃坑了。所以我们要往每个玩家不同的情况去考虑，而不是说买账号永远都是对的。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如果你是老玩家也是想要给一些建议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你们认为说策划应该要怎样去帮助这些回归玩家，那些回归玩家应该要怎样去玩这个游戏呢？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我们下个影片再见。